有人问阿含要怎么修，怎么冥想，怎么选择所缘。之前在冥想的内容中都已经提到了，包括观呼吸、16特胜、6妙门、慈心定、喜心定、舍心定，自己选择适合的方法入手。我们现在学习阿含，第一步是建立正见，第二步是学习如理作意、正思维。我们在生活工作中遇到的问题，有一部分是从见上破。你有了正见和正思维，就能发现自己的盲点和错误的行为方式，转而采用正确的方法，这样就能解决一部分问题。这是从智慧上的。还有一些问题是从修上破，需要日常的觉察和定力，对正确方法的坚持，还有戒的持守。像运动健身，首先你要知道正确的方法，错误的方法没有效果，而且容易受伤。另外你还要坚持去训练，不能胡吃海喝，这样配合起来才有效果。这就是理则顿悟，成无并消，是非顿除，因次第尽。说一件真事儿，前几天有一位朋友在上班的时候，几位警察叔叔一脸严肃地闯将进来，把他给带走了，也没说明理由。带走之后问当地的派出所，派出所却说不是我们干的呀，电话也打不通，信息也不回，工作也没有交代，这把家人和同事给急坏了。过了大半天，各种打听，总算联系上了。原来他前几天晚上才去了朝阳区某高档小区，那个窝点已经被盯梢了，叔叔们也在想办法开源节流。这位朋友用手机付款，人赃并获，被抓进去关了几天。他有媳妇儿，有孩子，也有工作。目前的形势，如果丢了工作，可能他还不知道他的现状和憧憬的美好未来是多么脆弱。有人说这哥们真倒霉，这就像拿着火把进入弹药库。是的，有可能不会炸，但聪明人都不会这样干。作为旁观者，我们都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，也知道这样做可能引发的后果会给自己、家人和公司带来什么影响。老师就是清楚看到色蕴的作用和过患，看清楚每个人这一生必然要面对老病死，然后进入下一个旅程，一直这样生生死死流转。练习白虎观的时候，最开始有首偈子：崇高必自堕落，集聚必有消散，缘会终须别离，有命咸归于死。刚开始练习是17年前，我一念这首偈子，心里就排斥，觉得太消极无常，哪里配得上像我这样风流倜傥、朝气蓬勃、前途似锦的帅小伙呢？大家可能都玩过游戏，游戏玩得正上瘾呢，谁要拉你下来，你跟谁急？只有在玩腻的时候，你才会觉得我干嘛要在这里浪费时间？这逼不得，也催不得，只能等到自己真想出来的时候。断苦是断什么苦？现在的苦，未来的苦。现在的苦是当下的烦恼，即使是老师和诸位阿罗汉也会老病死，身体也会有痛苦。和普通人的差别在哪里？即使痛苦，他们只中了生苦一支箭，不像我们同时中了生苦和辛苦2支箭，痛苦的要死要活，撕心裂肺。另外，断未来的苦，因为很清楚什么事情当做，什么事情不当做，所以不会做未来让自己和别人受苦的事儿。就像上面那位朋友，现在我们的欲望太容易被各种信息刺激了，进电梯有广告，买买买，大数据算准了你的喜好，打开各种 app 是广告，推销电话广告，各种网红直播短视频还是广告，一直在刺激着我们。如果你清心寡欲，那就给你推荐修仙，古今中外各种修仙大法，包装上科学的外衣，提高你的能量频率，灌装量子物理。要不咱们打游戏吧？大家都在发短视频、朋友圈，这些内容就是我们产生的，也是我们在消费。当我们被这些内容吸引的时候，强烈分泌多巴胺，产生可爱，丝毫不以为苦，就像盯着俊男美女，很容易引发贪欲、嫉妒。但如果没有学会觉察自己的状态，会觉得这样才正常，才有奔头，才有快感，呼吸加快，心跳加速，肾上腺素分泌。这就是对于色蕴不通达、不了知、不断除、不能理喻，则不能断苦。同样，对于受想行识不通达、不了知、不断除、不能理喻，则不能断苦。那怎么修呢？盯着俊男美女或者其他吸引我们的所缘，这时候要觉察到自己的激动亢奋，注意内收6根，转变所缘，或者回到自己的所缘，比如观呼吸，或者工作上，或者观不净，刚刚产生的贪欲和嫉妒就会马上消退。这就是对色蕴通达、了知、断除、理喻，则能断苦。对于受想行识也一样。
这也就是每个人每天的行为模式，大部分人都身在其中而不自觉。如何知道自己的色受想行识呢？你首先要觉察到五蕴，要了知五蕴。之前我们讲过标记法，看着俊男美女的紧身裤就标记紧身紧身，然后回到自己的所缘上，看到自己在浮想联翩，用一两个字标记白日梦的内容，再回到正确的所缘上。这就像我们在学习打球，这是练习基本动作要领，只要踏踏实实这样去观察练习，我们的专注度就会提升，幸福感就会提高。原来我们只是这个世界的提线木偶，随波逐流，这样就把捆绑在我们身上的绳索斩断了，身心就自由了。